唉，我背脊好痛啊！唉，差唔多做唔晒啦。啊，好口渴啦！你以為呢度好差咩？你估佢哋知唔知道我哋咁攰啊？这是《荒野大镖客2》里一群在美国西部工作的中国工人，他们正在修建一条贯穿北美的铁路。虽然这些华工不懂英语，但如果你跟他们打招呼的话，还是有人会入乡随俗，用蹩脚的口语回应你。Hello。他们头顶着烈日，辛勤地挥舞着锤子。然而，一旁不需要干活的白人监工却在不断地催促和辱骂他们。Not good. Look at this useless bunch, moving at a snail pace. 他们甚至安排了2名持枪的守卫，这简直不是在工作，这更像是在劳改。就在铁路旁临时搭建的营地里，我遇到了在豪华帐篷里休息的工头。他跟我说这里有工人偷钱，但作为工头不好直接交涉，他希望有个外人帮忙调查一下。于是我回到了铁路上，白人监工的辱骂声愈发猛烈，甚至盖过了铁锤砸在铁轨上的声音。他吼叫着指控这些华工不仅干活偷懒，甚至还偷公家的钱，而这些工人对此并没有回应，最多只是用家乡话抱怨一下。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然后继续埋头干着手头的工作。白人监工在发泄完怒火后，说要找个地方去尿尿。他临走前警告工人们别偷懒，说他能听得出来谁没干活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监工的行为有些奇怪，上个厕所不至于跑这么远吧。于是我尾随了上去。就在一棵巨大的树后，监工好像在鼓动着什么。我上前质问他是否偷了钱，他却让我去问问那些东方人。于是我掏出了手中的配枪，准备和他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You ready to return that money you stole? Okay. 经过了友好的交流，监工终于承认钱是他偷的。他让我自己去树洞里拿，然后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在洞里找到了赃款，回去还给了工头。这时候，华工们难得的休息时间到了，他们嘴唇发白，浑身脏乱，安静地坐在简陋的帐篷下。他们根本没有力气和心情闲聊，因为过不了一会，他们又要将自己的血液化为汗水，继续修建这条夺去无数人生命的铁路。注意，这并不是游戏杜撰的设定，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悲剧。19世纪中后期，清政府的无能腐败与连连战乱，这使许多华工萌生了出洋谋生的想法。即便洋人给出的薪酬远低于白人，仍有大批华人登上了赴美渡轮。成百上千的华工拥挤在船舱中，一路忍受着风浪颠簸来到美国。1869年竣工的太平洋铁路是这段历史的见证。它全长3000多公里，贯穿整个北美大陆，修建难度极大，尤其是内华达雪山一带，险峻的地貌令白人工匠望而却步，2年时间里仅修出80公里。于是他们想到了能修筑万里长城的中华民族，认为华人劳工定能胜任铁路修建工作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面对白人束手无策的难题，华工们展现出了独特的智慧。他们利用吊篮在悬崖峭壁上作业，在运输困难的冬天铺设冰雪道运送物资，使得原本预计14年完成的铁路，最终仅耗时约6年便竣工。1869年5月10日，随着最后一颗精致到钉钉入枕木，这条饱含华工血汗的太平洋铁路正式建成。然而，在铁路建成举行的庆祝典礼上，却不见有华工出现的身影。庆功演讲中对他们的贡献也只字未提。华工承担了绝大部分繁重且危险的工作，为此付出了数以千计的生命。可以说，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。即便如此，白人对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依旧未改，因其工价低廉且刻苦能干，遭到大量白人工匠的排挤。1871年发生了洛杉矶华人大屠杀，1882年又通过了排华法案，华工用血汗助力了美国的发展，却沦为对方系统性歧视的目标。同工同酬对他们而言成了极为奢侈的要求。直至100多年后的今天，随着国家日益强大，海外华人终于摆脱了曾经遭受的屈辱。2014年，美国劳工部将华工纳入荣誉纪念。2017年，美国加州众议院全票通过，把每年5月10日定为铁路华工纪念日，以此铭记华工们维修建铁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。然而，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，不禁心生感慨，那历经漫长150年才姗姗来迟的所谓认可与纪念，真的能够抚平那段伤痛历史所留下的深深伤痕吗？